各位同学，这个影片是翰林版高一生物权的2至4第6个影片。这个影片的内容呢，其实主要严格来说不算是高一课纲里面会讲到的细节，但是因为有些参考书，然后还有一些题目它都会提到，像你们的教学讲义里面几乎每一题都有提到课本里面没有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只是看课本的话，你可能会没有办法回答很多讲义的问题或是考卷的问题。因此呢，在这个影片我们会很快的稍微补充一下，在做重组 DNA 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我们说步骤是选、切、接、转、筛。其实，在选、切、接的过程之中，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之前省略，还没有去细提的。那事实上，在选、切、接这个过程中，也不是随便像我讲那么简单一样，找个剪刀、找个胶水，把 DNA 剪开粘起来就可以了，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个影片我们会补充一下一些在生物技术过程中所谓应该说遗传工程技术里面我们会牵涉到的一些工具，然后我们在这个影片中会为它简单的解释跟说明，让你们了解实际上怎么运作，才会让这个技术的成功率比较高，比较成熟。好，这个投影片主要就回答2个问题，其实就3个名词。第一个叫载体，到底什么是 DNA 的载体呢？那我们在讲载体的时候，会先以大肠杆菌制造人类胰岛素的例子为例，因为我们前面的影片其实也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上面。再来第2个要讲的是选、切、接、转筛的切还有接。切我们上一个影片有提到用限制酶，接则是用 DNA 连接酶，这不是乱选的哦。我们应该用哪一种限制酶呢？那选完之后要怎么接？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细致的，在这个影片会为大家做简单的说明。那这些内容，如果你未来要选第4班权的话，你在高2应该还会再上到一次比较完整的内容。这里我们主要就针对第一个讲一下什么是载体，给大家一下定义，最后再简介一下这个切跟接要注意什么细节。好，回到这个架构，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内容会是，尤其是重组 DNA 的部分会比较牵涉到比较多。第一个要介绍什么是载体，然后第2个介绍切还有接过程中的细节。所以这个投影片呢，你必须要最好看完重组 DNA 技术的那个影片，你再来看这里，你会比较清楚在干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之前有跟大家说选、切、接的3个主要内容。那这里我们先回忆一下之前说的，我们说遗传工程一开始就是把2个来源不同的 DNA 先粘在一起，变成重组 DNA。那后来我们说，其实有一些问题是要考虑的，例如细菌的 DNA 是环状的，所以我们说你必须能够把细菌的 DNA 切开，对吧？再来第2个问题，人类的胰岛素，你必须先从你的一条长长的 DNA 里面剪一小段下来，把人类的胰岛素基因剪下来，你只能剪下胰岛素，不可能整条 DNA 插进去。这是前面的影片也有提到。再来，如何确定细菌可以接受外来的 DNA 呢？当你今天选择质体的时候，这个质体就可以帮你把目标基因带到细菌里面，因为细菌它本身就可以接受新的质体。那当然，有些细菌甚至可以同时接受2种以上或超过2个质体，这都是有可能的。好，那再回忆一下，我们这个用橘色的背景页，就是告诉大家这前面的投影片其实有。再继续回忆一下之前讲的转殖技术，我们说我们会把重组 DNA 还有另一只没有质体的细菌丢在同一个试管里面，让它进行转型作用。这个转型听听就好。总之就是细菌会从环境中摄取外面的 DNA， 变成自己的 DNA。那最后呢，就会变成右边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在前面的影片有提到，实际上有一些会成功，有一些会失败。那我们会借由筛选的过程，想办法把成功的筛出来，把失败的筛掉。关于怎么筛选，请你到前面的影片去回忆一下，这里就不细讲。好，那这里呢，回忆这个图的用意是要告诉大家解释到底什么是载体。仔细看一下，我们在做遗传工程的时候，这个步骤很重要。我们把2个 DNA， 我们把质体 DNA 送进了细菌里面，假设它是成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回应到刚刚的问题，你之所以要让细菌可以接受胰岛素，第一个前提就是要让细菌不能排斥，也因此我们使用细菌本身就可以得到的 DNA， 那就可以让细菌不要去排斥它，对吧？好，所以在这边呢，实际上我们所用的质体 DNA， 它负责帮你把目标基因带到细菌里面，这个质体 DNA 就叫做载体。
所以植体 DNA 在此就作为载体，植体 DNA 可以帮忙将目标基因带进宿主的细菌内，因为未来你是要细菌做胰岛素，可以哈。那这个载体啊，它英文叫 cloning vector， 或是你直接叫 vector 也可以。这个载体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在原文书上的定义是这一句话：可以将目标基因带入宿主细胞的 DNA 分子。那用意就是说，总之你可以把目标基因带到宿主细胞，这就是载体。那在这里呢，植体 DNA 确实帮你把你的目标基因，也就是胰岛素的基因带到了细菌，也就是宿主细胞的体内，所以这个植体就是载体。所以这个例子中，植体 DNA 将目标基因带入宿主细胞，那植体 DNA 就是载体。好，不过最后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实际上目前技术不断的更新，常用的载体已经不一定只有细菌的植体了。我们发现酵母菌虽然是真核生物，但它也有植体，这比较特别。酵母菌是有植体的真核生物，所以你也可以使用酵母菌的植体作为载体。那当然，这个时候你的宿主细胞通常就是酵母菌，因为你不能让宿主排斥它。那更新的技术是我直接利用病毒的遗传物质作为载体，这也是可以的。我们想办法做一只病毒，然后里面带有你想要表现的基因。事实上，目前呢有一些疫苗也是用这样的概念，可以吗？我们也是利用病毒，然后改良它的基因，然后让那个基因感染你。那个病毒它可能会做出一些特殊的东西，让你去辨识它，产生记忆性。例如武汉肺炎，你如果打了武汉肺炎的疫苗，那个疫苗有可能是把一种叫腺病毒的遗传物质把它改良，里面插入武汉肺炎相关的蛋白质，不是整只病毒的基因哦，你只能插入特殊的蛋白质，特定的蛋白质。那这只腺病毒感染你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的遗传物质丢到你的细胞里面，你的细胞里面就会表现我们人类做出来的 DNA， 或是人类插进去的 DNA。那个 DNA 它代表的是武汉肺炎的特殊蛋白质，所以做出来之后，你的免疫细胞就会对这些武汉肺炎的蛋白质产生记忆性，那这就是疫苗的功能。所以病毒也是可以做遗传物质的。当然，目前比较难一点的技术是 RNA， 有时候你也可以拿来做遗传物质。这里啊 ，RNA 用在哪里呢？用在一种叫基因疗法。有些基因疗法你可以用反转录病毒作为宿主。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些病毒啊，它会把它的遗传物质是 RNA， 那它会把自己的 RNA 先反转录成 DNA， 然后插到你的基因里面。那这个用意对于一些天生有基因的疾病的人而言，遗传疾病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今天少了某个基因，那我让病毒去感染你的细胞，病毒就会把你少的基因插回去。所以前提是你要做出一个重组的RNA， 这个时候就不是 DNA 了，比较特别。那这个时候就变成 RNA 当做载体。所以虽然我们之前讲定义原则上是 DNA， 载体通常就是 DNA， 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技术也可以让 RNA 当载体，虽然还不是非常的广泛啦。了解齁。那这边要注意的是，载体是 DNA 分子，不是大肠杆菌。大肠杆菌是宿主细胞，这个请你一定要区分清楚。好，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刚刚很完整的解释了载体，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回答这个投影片第二个问题，到底要怎么切，然后怎么接呢？切的时候，我们上一次有说用剪刀嘛，剪刀的全名叫限制酶，或是限制性核酸内切酶。我下面帮你做了名词解释，你就有空的时候看一看。限制性表示我切不是乱切，我只切特定序列。核酸就是指 DNA 啦。那内切酶讲的是可以从 DNA 的中间从中剪断。最后呢，总结，你把上面三个加起来，限制酶是一种可以辨识 DNA 分子中特定序列，然后在特定的位置把 DNA 从中剪断的酵素。就这样。举例 ，EcoR1 是大肠杆菌的一种限制酶，这个是大肠杆菌的意思，它的学名。当然，实际上第一次提到应该要全名啊，但这个大家听听就好。E. coli 就是大肠杆菌的学名缩写。那这个 Eco 啊，也就是大肠杆菌的 Eco。R 叫限制酶 ，1 叫第一个，所以这是在大肠杆菌中第一个发现的限制酶。那我们说限制酶会辨识特定序列，然后从特定的位置从中剪断，对吧？所以呢，这个 EcoR1 呢辨识什么呢？它辨识 GAATTC 这个序列。
那这个序列呢叫做回文序列，什么意思？我们说念序列是5端到3端嘛，对吧 ？GAATTC。那如果你今天把它的另一股也写下来，然后从5端开始念，另一股 GAATTC， 你会发现2股，你只要从5端往3端念，这6个序列全部都是 GAATTC， 这个就叫回文序列。常见的限制酶基本上都切回文序列的地方。那以 EcoR1 而言，它专门切 GAATTC 的 GA 中间的位置，另一股 GAATTC 也切 GA 中间的位置。我们来看图，这是一个序列。我们如果用 EcoR1 去找的话，当然我们这边虽然没有标，那你就习惯一下，左边到右边是5到3，那第二股就是3到5。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查一下上面这一股 TTTTC GAATTC CCCCA。如果我们用 EcoR1， 首先 EcoR1 会先找到 GAATTC 的序列，找到之后呢，我们就从 G 跟 A 中间切断。注意哦 ，G 跟 A 中间这个叫共价键，2个分子的化学结合。可是不要忘了 ，DNA 双股螺旋它会互补配对。中间这个虚线呢，虚线的位置代表的叫做氢键配对，氢键并不是化学键，它只是分子间比较强的作用力而已。所以当你把 GA 中间切掉之后，实际上等同于你已经把 DNA 切开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可以哈，我们用剪刀把 GA 切开，那氢键的作用力不够强，它没有办法维持2股之间粘在一起，因为也才你仔细看，也才这4个核苷酸中间氢键，所以它的作用力没有到很强，就有可能会离开。好，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之前讲的，选切接转塞的切下目标基因，切开质体，对吧？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地方通通发生下面图中的叙述，找到 GAATTC 从 GA 中间剪下来，可以哦。所以在图上呢，来，这个时候我们假设，我们来一个一个看。这是人类的某一条 DNA， 框框是胰岛素的基因，当然没有按照比例画。那你在切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说，切的时候要小心，要能够包含目标基因，但不能切到目标基因。所以你必须先确保胰岛素基因的左边有 GAATTC 的序列，胰岛素基因的右边也有 GAATTC 的序列，当然应该不会靠那么近啦，不会那么刚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使用限制酶，我就可以把左边切1刀，右边切1刀，切下来之后，各位，这个就是你切下来的胰岛素基因。好，同理，如果这个是质体，那质体里面有一个 GAATTC 的序列在这里，那个序列呢，我们一样可以用限制酶把它剪开，然后切开，可以哈。所以下面这个就是切开的质体，当然质体是环状的，上面这个是我们切下的目标基因。那都切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们2个基因干嘛呢？仔细看哦。现在我们切下来的目标基因，然后切开了质体。来，这是胰岛素基因的左半边。那我们现在让胰岛素基因的左半边跟下面的这一边去配对，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刚刚因为我们切的时候，通通都是辨识 GAATTC， 我们用相同的限制酶。你会发现，如果你使用相同的限制酶，再加上回文序列的关系，它们的切口其实刚好是互补配对的。A 会配 T，A 会配 T，T 会配 A，T 会配 A， 所以在水溶液里面，它们之间有机会产生碱基互补配对，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它们之间有亲和力，可是有亲和力不够，因为在水溶液里面，它随时有可能被扯掉，因为它中间氢键并不会很强。我可以提供你配对的可能，但是你没有办法维持稳定，因此这个时候需要另外一个酵素来帮忙。这里就是文字叙述了。那我们刚刚基本上已经帮大家解释了。我们来看第3点，氢键只能配对，我们仍然需要 DNA 连接酶把分开的 GA 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用 DNA 连接酶，注意哦，不是聚合酶哦。DNA 连接酶可以连接2段 DNA 连接酶让它作用，把 G 跟 A 中间的共价键重新键结起来。键结完之后，就会得到一条完整的 DNA， 就被连在一起了。好，那刚刚左边做一次，右边画面没有看到的地方再做一次。
所以最后到这里呢，仔细看哦，然后让 DNA 聚合酶DNA 连接酶把左右两边都粘起来，各位，最后不就是变下面这个样子了吗？对吧？中间这一坨是上面的胰岛素基因的左半边多一点跟右半边多一点，外面就是你刚刚从载体剪开的位置，OK 吧？好，所以回到这个基本说明，我们这个影片呢，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了什么是载体。载体就是可以携带目标基因到宿主细胞的那个 DNA 分子。那当然，后来我们说也可以用 RNA。最后呢，我们还讲了切，还有要怎么做。切，我们通常要选用相同的限制酶去切目标基因和质体，因为你用相同的限制酶才可以切开相同的切口。当然，实际上这是有操作空间的，好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找时间问老师。这是有操作空间。那总之你切口要一样，你才好粘，那个配对会比较好，比较不会粘错。最后呢，再使用 DNA 连接酶加两段不同来源的 DNA 真正的粘在一起，那我们就做出重组 DNA。好，所以这个影片很快的帮大家介绍了载体、限制酶，然后还有 DNA 连接酶这三个东西。在高一你大概知道要有 DNA 连接酶跟限制酶这两个名字就好，然后不要把 DNA 连接酶跟 DNA 聚合酶搞错，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你能够区辨这些名词就好。那至于载体什么的，至少课本没有啦，所以，我当然建议你知道的话就记下来，因为它其实不会太难理解。那你如果真的没有记到也还好，我们还是先把前面5个影片的内容记清楚会比较重要。好，那这个影片关于这些补充我们就讲到这边。